为什么同居过的女孩现在啊真的没有市场呢？前几天有一个男生来找我啊，找对象啊，他说他就想找那种没有同居过的女生。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同居过的女孩分手了，那就跟离婚没有什么区别啦，都是一样的，该开发的都开发了，都被别人玩腻了，除了没有什么法律关系啊，没有小孩之外，其他的跟这个离婚是一模一样的呀，自己凭什么要当这个接盘侠呀？更何况这样的女孩也不知道她有多少个前任呢，我跟她在一起会感觉不适的。而且呢，女孩子啊还要平等，要爱她，要宠她，包容她，那我的感受又谁来理解呀？所以她会觉得啊，跟同居过的女孩在一起啊，自己是非常吃亏的，因为她从来不跟任何女生同居，她觉得那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大龄剩女们啊，都觉得自己在挑别人，殊不知呢，没有几个男人会挑中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自我安慰，忽略自己年龄大这个事实。前几天呢，我这里来了一个32岁的女人啊，自认为自己很优秀，学历高，收入高，家境也很好，这心气儿也整得很高啊。刚一坐下来就要求我们给她看资料，于是我们给她提供了10几个男士的资料，人家呢挑挑拣拣的啊，就跟进了菜市场差不多。这花钱买商品的心态简直体现得淋漓尽致啊！这个长得不够阳光，没有眼缘；那个学校不够好，怕沟通不在一个水平上；这个年纪太大了，可能呢会有代沟，还担心大龄未婚男人性格会有问题啊；那个呢又离婚了怕人品不好；那这个呢房子不够大担心以后生活的不够舒适还是不想一起还房贷的；那个呢收入又不太高，说明他不够优秀，也不够上进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好几招至少他看了不下40个男士的资料，总算是从这些人当中挑出来几个他认为挺满意的男士。于是呢我这边就开始跟这几位男士沟通我推荐了这位女士的情况。你们猜怎么着第一位呢是一位38岁的成功男士，人家一上来就说看学历和履历呢，女士确实挺优秀的，但是他自己想找一个30岁以下的女孩，这个年龄的女人基本上人家不考虑了。这一位呢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把他给 pass 了第二位呢是一个36岁的外企高管，看了这位女士的情况人家说这位女士确实挺优秀的，可是呢工作肯定是很忙的，自己就是个大忙人，经常也要加班。那这2个人都很忙的话，谁来照顾家呀？还是算了吧这位呢也没有选择他。第三位呢是一个国企的小领导35岁了，家境很优渥长得也很好。看了他的情况之后说，我看这位已经32岁了，且不说这个岁数我可能要考虑考虑。就看他这个颜值年轻的时候估计呢还凑合现在看看真的是显老相了。年纪和长相都不太过关，我对他没什么兴趣。就这么着选出来的人都没有一个选他的，他还觉得是自己在挑人家。这一下他是真正被现实啪啪打脸了，尴尬极了这时候他才跟我说了几句真话。这几年他去过很多相亲平台，见过很多优秀男士确实一直没有成。他一直就认为肯定是缘分没到，相信这个数量一定会带来质量的，总有一天能遇到那个理想的男人。我当时就很震惊一个人你相亲相了这么多年见过同一种类型的人都不下200人了，你都还相不成功，那你为什么还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继续相呢？我真的是不理解这些女人，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知道吗？然后你还跳进去把自己给埋了，然后你还给自己立个碑碑文说宁愿高质量的单身也不低质量的凑合。如果你们能懂得放下一点点的标准也早就脱单了。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定位不准确，知道吗？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来找我聊聊好不好？最近呢，我跟一个95后聊天，真的非常意外。这个年轻人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我们谈到房子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买房呢？他问我为什么要买房呢？然后我又问他，那不买房你怎么结婚呢？他又问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当我问他不生孩子怎么办的时候，他居然反问我为什么要生孩子呢？这个回答可真的把我给惊呆了。这个时候我就感到真的挺震撼的。于是我又问他，那将来你老了身边没有亲人陪伴，会很孤独的，那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更让我意外。他说买房结婚生个小孩就能让我长生不老吗？
他说啊，你错了，生孩子只会让他继承我的焦虑和贫穷，变得烦恼不断，这种痛苦我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何必还要烧伤我的孩子呢？这话听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啊。他说啊，养儿防老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并不能保证老了以后就不孤独。那我又问他，如果没有孩子，人类怎么保证延续呢？他说像他这样的穷人来这个世界不就是凑数的吗？就算生了孩子也只会延续焦虑和贫穷，所以不生反而是对孩子负责任。他还说啊，尽管我的经济状况很差，但至少我没有犯罪，这已经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所以也就别让我的孩子来这个世界添乱了。他还说啊，我不是消极，只是呢看透了而已，我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我还年轻嘛，可以继续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把自己管好，不给别人添乱添堵啊，我就满足了。说实话啊，这个聊天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收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注定了要走不同的路，但并不代表其中哪一条就是错的。买房、结婚、生娃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必须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权利啊，并且有这个自由。关于他的这些说法呀，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呢。为什么说你那么优秀还是找不到对象呢？你知道吗？其实女人眼里的优质女生和男人心目中的优秀女孩那个标准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女人的眼里啊，一个优秀的女孩应该是思想独立的啊，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有赚钱的能力，见过世面，多种才艺，有广泛的特长和爱好，追求自我实现和享受生活。她们啊，喜欢旅游，爱读书，品咖啡，弹琴，做瑜伽，去听音乐会等等。总之呢，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了这些优秀的品质之后啊，再找一个有钱又英俊的男人啊，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呢，在男人的眼里啊，一个优秀的女生应该是温柔体贴、有同理心，并且愿意为家庭付出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条件好的优质男生啊，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情商高、情绪稳定，而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安抚的女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非常优秀的女生而言，她们呢更加关心自己的感受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只会考虑找一个条件好的优秀男生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人家可能只是想找一个颜值高、性格好的女生而已。至于你的社会价值，男生是不太看重的。所以有些优秀的女生，她们往往忽略了自己的缺点，用自己的社会价值去换取家庭价值，这不是很可笑吗？因为他们过于的注重个人的意愿，而不考虑自己与对方是否匹配，最后呢，导致他们成为剩女，往往就是这些认为自己很优秀的女生。你们说对吗？现在的女生们都觉得啊，在北京的优质男生啊，真的很难搞。因为现在在北京适婚年龄的男女这个比例啊，已经严重失调了。男女的比例啊，本来就是男少女多的情况下，女生还很慕强，都想找个优秀的男生。那优质的男生毕竟又是少数的，这个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啊！可别说我又在制造焦虑了啊！女生们自己都这么说，现在可能都不是想嫁出去这个问题了，甚至是她们想谈个正常点的恋爱都很困难。你几乎谈不到很正常的恋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女孩，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你如果长得漂亮，可能呢比较容易引起优质男人的注意，但是精英优质男啊是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他们一直以来都不可能当舔狗，而且他们还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基本上也就是带你见见世面啊，然后看看他在大北京出入什么场所呀，啊，吃的玩的用的都是什么档次的东西啊，等等，都是为了让你了解他有多优秀，你还得配合他啊，还得崇拜他，甚至是啊你得随叫随到，剩下的基本没啥了。而且呢，很多男生一到关键的时候啊，他就跑，你一提需求啊，他就跑，你一推进关系啊，他就跑，哎，任何风吹草动啊，他都跑。因为这种女孩啊，可替代性太强了，你没有那份特别，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短择。毕竟在北京啊，要好看的呢，那好看的太多了。那些医美的 sales 个个都是 AI 脸哈，精致无比。要身材好的呢，你去夜店走一圈，全是大长腿。你要找留学生啊，那不遍地都是吗？在北京很多服务员都是留学生啊，英语说的特别溜啊，6级8级的。论赚钱多，
那北京啊，富婆也非常的多呀，啊，还有很多富二代，对吧？有的呢，你都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就那么有钱，而且还是又美又有钱。就如果你想按照你之前在学校的那个标准来找的话，啊，那肯定是找不着的。必须在你原来的这个标准上要打个折扣啊！而且呢，你的选择可能只有他，但是在他的身边，像你这样的，他还有很多选择。那怎样才能找到呢？看你啊有没有绝对的长板，并且呢能够接受男生身上的一些 bug。所以重点在于你接受男生的 bug 啊，否则呢你就退出这个择偶市场。所以呢，在北京啊，漂亮小姐姐们一定要降低这个择偶预期啊，别总是盯着太优秀的，你只当啊跟他们见见世面得了。真的要结婚，还是得找一个实在的人品好的，在北京一起打拼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你们都想捞个现成的，但是现在人家优质的男生不配合你们呀，你们说是不是呢？有一种姑娘啊，她嫁给谁都会幸福，而有一种男人呢，他娶了谁他都会疼爱。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不会发现现代人结婚啊他不幸福，主要的原因啊有2个，一个呢是太自私，一个呢是想太多。简单的来说，一个呢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想着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现在的人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啊，都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男孩子说我爱你啊，我想要跟你结婚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我娶回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然后呢给我生个漂亮的娃，然后照顾我的生活，然后呢还能帮我照顾父母啊，对不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找个人倾诉，天天这个日子呢还有人陪伴着。这个就是男孩子所想的美梦。但是当女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她想的就是过节了，你该给我送花吧，送礼物吧，对不对？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该给我发红包啦，转账啊，对不对？然后我的生活你要来负责，对不对？我的经济你要负责，我的房子你要负责，我的花销你也得负责啊，那我的幸福呢你更要负责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位了，那就代表着我是被爱了。其实他们双方都是一种索取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经常会落空呢？失望了呢？这个就像2个乞丐一样啊，双双伸手跟对方要，所以双双都会落空啊，对吗？所以我说，哪怕你把婚姻当做一个合伙的关系，你们也应该要付出的呀。我有什么可以给人家啊，所以人家才能给我，咱们才能合作，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太自私了，第2个呢就是想的太多了，太算计了。你看现在大家结婚登记之前呀，比2个企业要合伙之前想的那些防控条款啊都还要多，动不动就想着婚前要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啦婚前你们家的房子要不要写上我的名儿或者我买个房子要写着我自己的名字呀，成天的一结婚就研究着你的房子能不能加我的名儿成天各种的算计太多了计较太多了。你找一个爱人的目的是跟你共享生活，然后呢互相支撑，风雨同舟，对不对互相为对方去打伞，一起经营好小日子。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是一束光，你走到哪里你都是光那如果你是黑暗，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一片黑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到她嫁给谁都会幸福，而有些男人他娶了谁也都会幸福。如果你自己对了，那这个世界就对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人都是强者，那就是他自己会把自己哄得很好的，他会去自己疗愈的会自我成长的。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对的人，那这个世界就对了。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女生你别总是奇怪现在男生谈恋爱不积极说人家好像都不想谈恋爱，都不想结婚的样子。其实他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他只是不想跟你谈恋爱结婚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女生谈恋爱她这个恋爱观不太对。男生主动就说人家是舔狗跟你讲道理呢说人家 PUA 你，谈未来呢说在给你画大饼，张口闭口要找1.8米以上的以前送个花都觉得很浪漫，现在动不动就是大牌奢侈品，不然都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以前呢过个生日都很珍贵，现在呢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虽然我也是个女人，但是我都觉得现在的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就是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
啊，你主动呢，他就可以跟你聊聊，然后如果你对他冷淡的话啊，他也就不愿意理你了。其实现在的男生真的挺累的，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啊，她就是不那么爱这个男生的，她就是把人家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最后呢还得忍着、哄着、捧着、安慰着，到了最后啊，他如果遇到个喜欢的，就跟别人跑了。男生呢落一个一无所有，没有结果，他们当然受伤了。有个男生说啊，我已经单身3年了。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这个恋爱环境对男生是不太友好的。现实生活中啊，包括网上一直都在教啊，男生你要如何去讨好女生啊，谈恋爱的时候呢，让男生不要对女生生气啊，甚至呢不要去跟女友讲道理。结了婚你就要好好认真挣钱养家了啊，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的才是好男人。说实话啊，如果我是个男人啊，我也会被劝退的。你就别说结婚了，谈个恋爱我都不想。为什么男生越来越不主动啊？对吧？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精力再去哄女朋友的。你要是很喜欢一个女生啊，都不用去追她，就不应该去追女生。爱是双向奔赴的，单方面的追求不合理。你喜欢的女生，她身边也不缺乏对她好的人，你应该用你的闪光点去吸引她，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讨好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一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那你就付出那些东西，只会让她觉得反感，觉得你在纠缠。而且呢，现在的女孩子啊，谈恋爱首先看条件，你要是根本就不符合人家条件的话，就算你花光了所有啊，你也就是个舔狗。所以呢，为什么还要去追呢？太多女生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消费需求都很高，但是呢，真正自己买单的女生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转向男生啊，获取代表着爱的各种商品。男人就是一台供养机器，而且还被很多的情感博主啊亲切地称之为饲养员，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提供物质的工具人，不必在乎感受和需求。可是男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女人和家庭，大多数男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赚钱有多难，一个男生省吃俭用的给女生买几百块钱的口红或者化妆品，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甚至还会被女生嫌弃啊。那既然自己又算不上什么高质量的男性啊，干脆躺平得了。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生存都很艰难，哪还有多少闲钱啊去讨好女生呢？一边是扛着付出的经济上的压力啊，一边呢又是被资本洗脑的人。理性点说啊，男生还有什么动力和资格去追求爱情呢？所以我们还不如集体觉醒啊，结束这场游戏才是唯一的选择。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别忘了点个赞讨论一下哦。你们信不信啊？有 80% 的女生啊，都是自己把自己啊活生生的拖成了大龄剩女的。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他们说啊，现在的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有个女生啊，91年的，在私企里边工作啊，做文员的，年收入大概也就10来万的样子。朋友呢给她介绍了一个88年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啊，一年呢收入30多万，家里在北京的4环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男生呢就开始追求她了啊，请她吃饭呐，请她逛街呀，车接车送啊，随叫随到。就这样追了她2个多月啊，520的时候呢，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她表白，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但是呢，他觉得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嘛啊，那2个人呢就再处一处啊。结果男生呢又追了她3个月啊，在七夕的时候呢又跟她表白了啊。他呢就觉得这个男生啊太心急了吧，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表白2次了，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呀？但是这一回男生啊就不耐烦了啊，直接就摊牌了，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要是愿意呢，咱就在一起；你不愿意呢，就拉倒吧。啊，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这个女生一听这个男生的态度啊，还没跟他在一起呢，就开始威胁自己了啊，以后在一起了那还了得啊。然后呢，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这回啊，男生二话没说啊，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上车就走了。哎呦，这回啊，把这个女的气的呀不行了啊。那我听他说完我也懵了，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他说我挺喜欢的呀，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啊，女生不能太好追了啊，那男生就不会珍惜她。再说呢啊，确实是啊，我自己又比较慢热，有句话不是说嘛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听他说完，我真的头又大了啊，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啊，又不小了，对不对？你条件又不是很好啊，又不是很出众，
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呀。你搞得那么难追，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啊，那说明这个人他就是没得别的追吗？他没得选吗？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那能怪谁呀？还有啊，就是一个女生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自己在相亲的时候那些减分的项。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啊，身高不足1.6米的有点减分啊，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有弟弟的也减分，离异家庭的也减分，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父母没有保障的啊减分，工作不稳定的呀肯定减分，精力太多的那绝对减分，公主病的呀也是很减分的，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不喜欢沟通的减分，太被动的减分，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减分到0了。最重要的呀，那就是长得丑啊，是最减分的。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聊聊吧。你是不是小姐生子丫鬟命啊？跟你聊几句啊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嫁得出去呢？看看你的情商啊，就全明白了。你的认知就是另一个你，他可能阻挡你，也可能帮助你。有些30多岁的女孩说出来的话真真是令人下头的，一听就知道为啥30多了你嫁不出去。他们的恋爱观是这样的说女人谈恋爱结婚就一定要图钱，你知道吗？那些图钱的最后都赢了，那些图人的最后都输得很惨。现实中是这样吗？可我真实看到的，大部分嫁得很好的女人，她们从来不跟男人谈钱，她们只是跟男人好好谈恋爱，最后呢，既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钱。而那些只图钱的女人呢，把有钱的男人当傻子，最后呢，钱没图到，人也没图到的人大有人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才是真正的输家吗？你谈个恋爱一上来就图钱，有些女人说我就要谈钱，谈钱才能衡量他对我的爱呢。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是在卖你自己吗？爱情这个东西它原本跟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你倒好，你的爱情要靠钱来买了是吗？那还叫爱情吗？根本就不是。也难怪现在有的男人不愿意再花钱来证明自己了，他们已经被这个幌子坑得够够的了好吗？男人又不是傻子，特别是有钱的男人，他们的财富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的吗？所以就你那点心思和伎俩人家全看在眼里，你不过像个笑话你抬个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你不过是他花一点钱就能得到的女人，你觉得你在人家心目中能是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乞讨者吗？差不多了吧，天天伸手要，不是吗？有的小姐妹可能被1-2个男人伤透了心，就变得现实又无情难怪现在有的男人说你们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毁就毁在自己嘴硬，30多岁嫁不出去指定就是有毛病，嘴上说想找个有缘的，心里呢其实想着找个有钱的。可是有钱的人呢永远喜欢18的，没空研究你这30出头的。大龄剩女你别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虽然这些话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呢听上去也没毛病。所以小姐妹，你谈恋爱谈钱的前提是你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人家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先自己审核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说个话都处处得罪人谈个恋爱也不管不顾，必须男人给你当舔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钱人是舔狗的，只有大波的女人生扑他们，那还差不多。好的爱情它是不会流露出物质的痕迹的，但是呢它却处处有物质的支撑，这个才是对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别忘了给我一个小心心哦。